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9月德塔文榜单公布，诚意剧集争议升级，黑马赴山海逆袭成第一，诚意被质疑不扛剧。9月榜单一出，黑马和翻车现场都来了。9月的国产剧圈真是比秋老虎还热，各家平台像赶集一样把压箱底的项目全砸出来，古装、民国、谍战、喜剧轮番上阵，一时间连追剧党都开始抱怨这不是修罗场，这是连轴转。先说个最扎眼的数据，赴山海冲到德塔文榜首，这个数字吗？大概是2.2多点，稳稳第一。有人立刻就拿这个成绩去对之前说诚意不扛剧的人，你看他又赢了。但话说回来，这部改编自温瑞安小说的大 IP 武侠，其实开播后口碑分裂得很厉害。剧情主线萧秋水从江湖小白一路成长为守护同伴的侠者，确实有燃点，比如唐柔牺牲那段，不少观众直呼泪目。但制作上的槽点也够多，穿帮镜头频出，有群演在地上挖耳朵，还有人手里捏着剧本走戏，被网友调侃成武侠版密室逃脱。不过诚意打戏和哭戏是真的在线，这也是他能在争议中14次夺冠的重要原因之一吧。再来看看第2名灼灼韶华，这部民国大女主题材完全是9月黑马代表。本来大家以为这种商战宅斗混合体会比较小众，结果热依扎硬生生用演技撑起了整条剧情线。楚韶华从药铺学徒到商界女王，全靠自己脑子和手艺闯关，没有开挂设定，看得人很踏实。有一场他拍桌子对对手的谈判戏，那股气场简直能隔着屏幕把茶几掀了。不过为了突出女主光环，男配们几乎沦为背景板，她丈夫陈大顺除了包容就是包容，让反派刁难显得特别没劲。而且服化道过于朴素，有观众吐槽民国氛围感去哪儿了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凭实力拿下约 1.8 分左右的数据，不亏。第3名守护者们就比较尴尬，本来张一山加韩东君加原创谍战题材听起来挺香，但最后变成反套路遇冷的案例。这俩人在抗日时期，一个假扮盲眼密码专家，一个负责保护奸破案，中间码头枪战一镜到底突围，这些桥段确实紧张刺激，但核心悬念被各种支线稀释掉，看了一半还不知道密码任务关键在哪儿。某些反转太硬，比如李约瑟突然中枪那段，就让人觉得是在强行制造冲突。不过演员细节表演很加分，尤其张一山去盲校采风后设计的小动作很真实，所以他也算保住了 1.5 左右的成绩。第4名不眠日，其实我差点忘写，悬疑探案加循环设定挺新鲜，但基调偏压抑，加上集数短，播完太快，还没发酵就收官，所以讨论度一般。第5、第6更有意思。吴邪私家笔记盗墓 IP 粉丝原本满心期待，却因为魔改人物性格被骂惨。而家庭喜剧《欢乐家长群》第2季靠老师全体成员等梗戳中了无数家长痛点，晒娃内卷那些情节简直像偷看我们群聊截图一样真实。第7名芬芳喜事，甜宠古装轻轻松松下饭，也算稳定发挥吧。至于第8、第9、第10，按阵地以他之名为列，要么拖，要么演技崩，说多都是泪，就略过好了啊。我好像刚才说略过，现在又提了一嘴。这里插一句跑题的话，上周末我朋友非拉我去逛市集，说要找电视剧里的同款旗袍。我俩逛到腿酸才发现，人家卖的是汉服，所以时代感这种东西啊，不只是服化道的问题，还跟整个氛围营造有关。灼灼韶华的朴素造型就是例子，你再好的剧情，也需要视觉助攻才能更沉浸吗？好啦，跑远了，我们回榜单。这一波竞争下来，有靠流量顶住争议的，
有凭实力逆袭的，也有创意不错但输在叙事上的，各种命运交错，比宫斗还精彩。评论区已经有人开始压注谁会成为全年扛剧王，还有人一本正经分析，数据高口碑好，然后下一句立刻补刀，不过只要爱豆帅就行。坊间甚至传出一个奇怪理论，说今年武侠可能会重新翻红，因为大家追腻了甜宠和悬疑。但真假咱不好保证，只能当茶余饭后的笑谈，你信不信随意。